什么？永宁来了，小凤，我今日给你带来位新客，你快来瞧瞧是谁。永宁，小凤，你来啦！你今日可好？我来给你引荐，这是我的八妹洛西。前段时间她随她的母妃回益州省亲，今天刚上京。这位呢，便是从西周来的九公主小凤，她是咱们李朝今后的太子妃，也就是我们的准嫂嫂了。见过洛西公主。小凤，我们平时姐妹少，连打叶子牌的人都凑不齐。如今倒好了，你来了，我们就能时时刻刻在一起了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见外。小凤，上次教你打的叶子牌都会了吗？记得，还记得一点。走，走。我出完了。又输了。小凤，没事儿，这打牌嘛，得学会先输，才知道怎么赢嘛。过来。哎呦，永宁，我们再来。阿爹，女儿到上京已有1个多月了，确实不容易，也难为你们了。近来你就在店里好好的调养。听他们说，我们的核心队伍遇到了杀盗，所有人都死了。我和阿杜幸得五皇子保护，才捡回了1条命。可阿杜却被那帮杀盗毒哑了，而我也忘记了好多事情。太医说了，这是暂时的症状，好好调养些时日，说不定你的记忆会慢慢恢复。我想，或许忘记的是些不好的记忆，忘了便忘了吧。吃吧。太奶奶，我来吧。太奶奶帮你端着，你来吃。来，看。阿爹阿娘，吃。我在这边生活的挺好的，上京的风景很美，宫里的人也都对我挺好的。来，先拿下去。哎呀，太奶奶呀是太喜欢你了。太奶奶呢，从宫中挑了一个好的宫官，给你做长侍宫女，就是这位。婢子见过九公主。永娘不必客气。太奶奶呀，叫人给你布置好了寿人宫的侧殿揽月阁，可好啊？这样一来，太奶奶就能常常听到你说明元长公主的一些事情了。小凤，小凤，啊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想知道，在这几个哥哥当中，你会喜欢谁呀？哎呀，你们别拿我打趣了，我是来这里和亲的，不是只能嫁给你们的太子吗？而且，我连他们都还没见过呢。说的也是。哎，等有机会，我带你去见见他们，如何？阿爹，阿娘，你们放心，不管将来要嫁给哪个皇子，为了你们，为了两国子民，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任性。阿杜，阿杜，你帮我把这封家书偷偷送到驿站去。
我会乖乖地待在上京，接受着属于我的宿命。阿爹阿娘，珍重，盼回信。来上京这么久，我们一次都没出去过，再不出去，我就要活活憋死了。走。九公主，没有太皇太后的允许，九公主不得出宫。我是西周九公主，不用遵守你们这些规矩的。走吧。我有太皇太后的特许，你们要是真拦着我，他万一怪罪下来，你们也担不起呀。公主，九公主，公主，快回去吧，方尚仪在揽月阁等着你呢。方尚仪是谁啊？凡为女子，先学立身，立身之法，唯物清真，清则身洁，真则身容。方尚仪，这么多书，我都要看完吗？公主，这些都是太皇太后吩咐上仪局送来给公主修习的礼制典册。太皇太后说了，公主大婚在即，先捡要紧的学着，其余的规程仪制，日后慢慢再学。大婚？你们现在连太子都没定，我跟谁大婚，嫁给谁啊？无论太子定否，公主，您都是未来的太子妃，是东宫的典范。这些礼仪典制迟早是要学的。除了这些日常的规程仪制，东宫中一应事务都需由太子妃统管。往后，东宫中的其他妃嫔也都要以公主为首尊，视公主的言行令誉为典范。哎呀，方尚仪，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不懂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别再让我学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阿杜，竟敢在宫中私藏兵器！若要禀告圣上，你这是死罪！阿杜，不得放肆！你想让公主因你受罚吗？阿杜，下了他的刀！住手！方尚仪要罚就罚我，为什么要拿阿杜下手呢？公主乃万金之躯，奴婢不敢罚。但是她身为公主的贴身婢女，如此不懂规矩，理应受罚。好，我学。公主，请跟婢子学习女戒。女有四行：女有四行：一曰妇德，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二曰妇言。这位姑娘可要试一试这笔？好啊。
写得不错。殿下，哎，笔墨横滋，一字见心。这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就是送给我的了。殿下，这只是用来试笔的。殿下若是真的喜欢，改日我再另写一幅送给殿下。无心试笔，才是点点滴滴在心头。你有心写的我要，无心试笔的我也要。殿下，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忘了，前天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你说你今日要来东市买文房四宝。我算了一下时辰，你应该在这儿，所以我就过来碰碰运气。殿下有所不知，小姐今天一早就到这儿来，等着殿下过来找她。晴儿，还好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这幅字我会好好珍藏，等过几日进院围猎时，我打了猎物，再补份礼物给你。过几日我也会同父兄一起去禁院。那好啊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打猎。娘娘，翼王殿下来了。莹儿回来了，儿子见过母后。快免礼，去拿一些翼王最爱吃的糕点来。是，过来坐。好。来，喝茶。哎，母后，我来。在宫外啊，住着真不习惯，还是母后这里舒服自在。哇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快多吃点儿。莹儿啊，我最近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，说你与那赵靖宇家的女儿走得很近。这赵靖宇呢，虽然是辅国将军，但他手里并无实权。你与他的女儿交好，与你的前途无益。母后，您不要听那些风言风语的。我与瑟瑟自幼相识，我生病的那段日子，他确实偶尔会随他哥哥来府里探望我，不过就是走得近些罢了，不是您想的那样啊。好，你自己有数便好。知道了。快吃吧。慢，公主，这鸡蛋不是用来吃的啊，请跟婢子照做一遍。古人云：“食不鲜醇，气不作响。”蔬果要细嚼慢咽，箸要这般轻拿，注意仪态。公主，注意仪态。请再做一遍。公主，您这般吃相成何体统？好吃。方尚仪，近日这九公主对这礼仪呀、宫规学得如何呀？回太皇太后，九公主聪明伶俐，悟性极高，
只是心性顽劣，婢子怕是有负太皇太后所托，教不好九公主。这是哪里话呀？这宫中的一些嫔妃们呢，都是你教出来的，你最有资格，最识大体。九公主再是顽劣，老身也相信你会把她教好的。多谢太皇太后抬爱，婢子一定尽心尽力教导九公主。教导呢是固然重要的，但是也不能太苛刻了。你要知道，这孩子可怜呐，从小背井离乡啊，不仅遭了难，还失去了记忆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婢子遵命。退下吧。婢子告退。永娘，在。你呢，是时常在九公主的身旁。丹赤灭国和她母亲亡故的事情，要守口如瓶，不许向任何人提起。是。是。王爷，柴先生已经在书房恭候多时了。来时可有人注意？王爷放心，是跟着花匠从后门进来的，我都查过了，没人注意。王爷有高相支持，但是高相他的势力在朝中独大，对王爷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啊。要知道，帝王之道在于平衡。皇上为防王权旁落，不会轻易把这个太子之位交到你的手上。就目前来看，宣德王的背后有众王等一干老臣辅佐，再加上他自己行事滴水不漏，深得皇上信任。他和王爷相比，就好比是棋盘上的黑白两子，两者只能存其一。先生的意思是，让我与二哥相争？韬光养晦，无为而为，不争而争。先生，可有表哥的下落？永宁公主、洛熙公主到。永宁，小凤，你怎么把字写到额头上了？啊？有吗？公主，我看看。我这就去打水啊。哎呀，永宁，你不知道，我在这宫里都快闷死了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明儿父皇要去围场狩猎，所有的皇子、公主、王公贵戚们都会参加，可热闹了。你不是想见我那几个哥哥吗？我们就央着二哥带我们去，我们去找他去。走。哎，公主，擦脸。哦。瑟瑟，以为父之见，宣德王年轻有为，他才是众皇子当中最有希望入主东宫的。今日围猎是个好机会，你一定想方设法找机会接近他。爹，我不喜欢宣德王，我喜欢的是翼王殿下。爹，
我也觉得那翼王殿下不逊于宣德王。这次他在丹翅立下那么大战功，还亲手砍了叱咤一生的丹翅王首级，这胆魄非常人所及啊！而今太子之位悬而未定，我认为翼王也有可能当上太子。不如您就顺了妹妹的心愿吧。你懂什么？翼王不是皇后亲生，其背后又是皇上所忌惮的高相势力。皇上怎么可能立他为太子，任由高相一党在朝中独大？要是嫁给那翼王，等太子之位一定，他就不知道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二哥，永宁洛谢来了。三哥，四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西周的九公主小风。九公主好。这位是我的三弟荣王，四弟允王。见过荣王永王？看什么呢？啊，带你过去。我走。怎么不见五弟呢？刚刚还过来打了个照面。哦，赵将军一家今日也过来了，八成是跟赵小姐约会去了。二哥，父皇还在离宫等着我们去进献猎物，太皇太后大约晌午的时候也会过来，我们还等不等五弟啊？既是如此，便不等他了，分头狩猎吧。晌午之前在这里集合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。九公主，林中危险，你又是第一次狩猎，不如跟我一同入林吧。不用，我去找永宁他们。永宁，驾！这野蛮女子真是不懂礼数。裴将军，走。见过二位公主。裴将军，我们家洛西不会骑马射箭，我呢也马马虎虎，想劳烦一下裴将军教教我们家洛西，免得他受伤。裴将军，好，那就劳烦裴将军了。来。殿下，殿下。瑟瑟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围猎不是已经开始了吗？我就是来找你的。你怎么没穿旗服啊？不是说好一起狩猎的吗？我不会骑射，出门的时候，父亲也不准我穿旗服。原来是这样，没关系，你在这儿好好休息，一会儿啊，给你抓只小兔子来。谢谢殿下，不过还请殿下围猎的时候手下留情，不要让他们太过痛苦。好，等我回来。
真奇怪，怎么连只野鸡都没有啊？该不会被他们都吓跑了吧？我们这么回去，可真丢人。林子这么大，总会碰上的吧？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你还怕空手而归啊？哎，小风，你等我啊。我记得公主幼年的时候学过骑术。哦，小时候，父皇教过我何永宁，不过现在有些生疏了。哦，多谢裴照哥哥帮我牵马。公主千万不要这么称呼我，直接叫我裴照就好。哦，叫。你是谁？你可知这是皇家禁苑，一般人不得擅入。我是西周九公主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西周九公主啊！李朝未来的太子妃。你知道就好。如果你敢对我无礼，太皇太后可不会轻饶了你。哼，好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动不动就吓唬人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父亲是当今的圣上，我的父亲是茶庄庄主，我的母亲是当今的皇后，我的母亲是庄主夫人，我的外祖父是个普通的茶商。我是西周九公主，我父王是西周的国主，我母亲是丹池王的女儿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中原的顾小五。小五，我是李朝的五皇子李承寅。醒醒！醒醒！醒醒！宣德王快回来了，瑟瑟，待会儿为父为你引荐宣德王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听见没有？今日十分畅快，没错。你们怎么样？哎，我今天看到那只啊，我一箭就把它射死了。
臣拜见宣德王。宣德王，这位是小女瑟瑟。瑟瑟，快来拜见王爷，快！瑟瑟见过宣德王。瑟瑟，宣德王，小女今天特意……快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！翼王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快是，快传太医！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公主放心，九公主只是受了惊吓，休息片刻便好。微臣告退。刚才是谁送我回来的呀？是我五哥，还好他及时找到你，不然我们担心死了。他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他没事，他已经去宴会厅那边了。啊，我们也快去吧。哎，你就好好休息，我去向太奶奶告假，你就不要勉强了，啊。哥哥，明日起你开始教我骑射吧。你一个姑娘家，为何要学这个？只要是翼王喜欢的事情，我都要学。我只有学会了，下次在围场才能和翼王并肩驰骋。哟，妹妹对翼王殿下可真上心啊！行了，赶紧上车。陛下，近日您这头疼之症可好些了？太医给我的这些药方子，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呢。也只有你的熏香，才能缓解朕的头痛啊。陛下整日都在为国事操劳，您还是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子。您安康，才是天下百姓之福。朕虽然坐拥江山，可也逃脱不了生老病死。朕只希望我的继承人能保住朕的江山呢。夫妻对拜。你为什么不拜啊？公主先拜。为什么？与太子殿下行对拜礼时，公主的头一定要比太子殿下低。等太子殿下起身时，公主再缓缓起。为什么？这是宫规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公主跟着婢子再做一遍。行高叠手礼。夫妻对拜。公主的头要低一些，再低一些。公主不能动。起。方尚仪，方尚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鼻子流血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永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刚才是方尚仪让我起来，我才起来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呀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方尚仪。方尚仪，欲速则不达。我看这些礼仪也不是1天2天就能学会的。公主今日也累了，要不方尚仪您先回去歇息几个时辰，我先教公主练会儿字，如何？你没事吧，方尚仪？哎，方尚仪，你擦一擦，来，你擦一擦，擦擦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方尚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婢子告退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方尚仪。你说那个方尚仪，哎呦，每天说那么多话，他也不累。他不渴，我都渴了。方尚仪虽然平素严厉了些，可毕竟也是为了公主好。公主用点心，快些学会这些礼仪，自然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
说到底，公主是想念西周的自由自在了，才会那么反感方尚仪。不说那些了，我们来学写字吧。公主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想家。那永娘教公主“家”字怎么写？阿杜，扶公主过来。家。我是真的想家了，也不知道阿爹阿娘现在过得怎么样。阿杜，你怎么了？你不会是觉得我的字丑，被我的字丑哭了吧？哎，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也想家了？你也来写一个，快来，快来嘛！来，来，阿杜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写了不写了，不写了不写了啊！阿杜不哭，你一哭，弄得我也想家了。好，阿杜不哭了。太奶奶，听说您最近睡眠不好，这是我从西境带回来的熏香，有安神的功效。我的宝贝重孙子，你真是有心了。太奶奶，近2日，你明远姑姑总是托梦给我，看来她是想家了。太奶奶，可她不能回来了。有家不能回了。你此次到西周去，想必是见过他了。他还有没有话向你交代啊？啊？今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出宫去，一网天下。
瑟瑟，瑟瑟见过殿下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疑因。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。瑟瑟，手怎么了？瑟瑟上次没穿旗服，没能与殿下共骑，实属遗憾。瑟瑟近日在家兄的指导下勤练骑射，下次围猎就能和殿下一同策马驰骋了。瑟瑟，不是我跟你吹，这上京城啊有3宝，一个是万佛寺的香火，一个是明玉坊的美人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米罗酒肆的美酒。这往来的西境商贾，个个都念我这儿的一口葡萄陈酿。行，以后就来你这里喝酒了。来，来。高公子，高公子，高公子！哎，米罗，酒！哎，高公子，哎，下次我要再见不到明月，我就让你这名玉坊关门！消消气儿啊！公子我请你喝酒，喝点酒吧。我要的不是酒，是明月！哎，高公子，这酒，这明月的心气儿也太高了。消气吧，这酒这可怎么算呢？记账上。你们怎么出来了？刚才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每天都这样。那个高公子啊，见不着明月姑娘，天天找人胡乱撒气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也行，我也应该打烊了。你们经常来？你这里酒这么好喝，人又这么美，以后本公子自然会常来。多谢大爷照顾。走了。米罗，我叫小风。小风。太子才去世了几个月，你们为什么那么着急要朕立储？是不是觉得朕已经老了，身体不够健康，非得要立太子不可呢？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太子罹难，臣和同僚们一样，悲痛万分。只不过我朝和丹赤一战后，西境各国人心不稳呐。如今我朝与西周联姻已定，西周九公主也入我朝数月之久。只是因为太子之位迟迟未定，这九公主的婚期也是一拖再拖。臣担心长此以往，会令西境各国人心不安呐。今日请于明来，想让你帮朕出主意。你看朕的几个儿子当中，谁可以胜任储君这位？臣以为当属宣德王。这二皇子在诸位皇子中是年岁最长的，此番于丹赤一战又立了战功，在诸皇子中的威望颇高。二皇子有勇有谋，且贤德兼备。臣以为，无论是立长还是立贤，二皇子均是储君的不二人选。此次丹赤，一往英武无比，令满朝上下刮目相看。若论私心，臣确实偏重一王。
这立储乃国家大事嘛，和宣德王比起来，义王还是年轻了些。哎呀，玉明，满朝上下就属你对朕最忠心，朕敬你。第二子宣德王承业，性与忠敬，生之孝友，秉宽仁之度，体慈爱之心，学识骤磨，辞上精雅，动皆充礼，卢不至人，积以待章，允应上祀。朕获既批纳，夙夜前功，常惧神奇未欢，政理多缺，实胆大有，莫此为甚。帝用授之笔锋，位以清官，亲为永图，必奉修命，授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命主者施行。臣接旨谢恩。令卓，各司准备，太子与西周公主100日后完婚。谢圣上。女有4行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公。妇言，不必变口立词也。公主，一篇女诫您都背了快1个月了，还是背不全。婢子实在无能，这就去向太皇太后请辞。还是让别的女官来教公主吧。哎，婢子告退。万万不可呀！哎，方上仪，万万不可！太奶奶说了，您是上仪局的第1女官，您要是都请辞了，以后谁还敢教我呀？今天是我不好，我给您赔罪。以后啊，我更用功一点，好不好呀？别生气了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喝茶消消气，方上仪。怎么了，方上仪？这是醋啊！啊，这，好你个阿杜，竟敢戏弄本官！看我不打你！不可！冷静，方上仪，冷静，方上仪！别气坏了身子呀！九公主，你让开，让本官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懂规矩的丫头！过来！别动气，方上仪，小心气坏了身子！你让开啊！公主！公主，婢子罪该万死，婢子这就去请太医。公主，陛下已册封了宣德王为太子，100日之后，公主便是东宫太子妃了。什么？恭喜九公主，宣德王被封了太子，100日之后便是大婚之时。恭喜九公主，公主大婚在即，应该更加勤习宫中各种礼仪才是。没错，这婚礼呀，可半点马虎不得。你说，我真的就要嫁给那个宣德王了吗？我才见过他2次。其实他人也不错，做事也得体，可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浑身不自在。
就像李朝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一样。我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啊！我又何尝不想回家？但是我不能走。我有阿爹阿娘，有兄弟姐妹，和西周千千万万的百姓。我是来和亲的，所以不喜欢的规矩要学，不喜欢的人也不得不嫁。现在我越来越不像自己了。阿杜，你怎么又哭了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了，我们去找米罗大醉一场。衣服都在你那里吧？好。走。九公主，不知道殷姑姑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啊？太皇太后差婢子前来给公主带了些点心，那就替我谢谢太奶奶啦。刘娘，顺便知会公主一声，近日宫里出了盗贼，各宫各院需严守门户，切勿随意外出，更不可放生人入内。盗贼？是，说是侍卫看见一个白影从房顶越过，却没抓着人，多半是盗贼。若要是刺客，就需公主另加防备了。多谢殷姑姑提醒。那婢子先行告退，殷姑姑慢走。公主，大婚在即，宫里又不太平，公主就不要到处乱跑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永娘。那公主也别太劳累了，早些歇息。好，你也是啊。唉，看来这段时间我们是出不去了。贼！小福，
小凤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你可以恨我，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应该留在这里，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，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。在这里的人呢？给我搜！是。人呢？末将护驾来迟，让九公主受惊了。裴将军，人可有抓到？禀将军，九公主说人在内殿，我带人追了进去，内殿却空无一人，必定是翻窗逃走了。裴将军，方才九公主可有看到那人的样貌？他说没看清。仔细搜。是。请永娘带路。开门！搜查刺客！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搜查刺客！快出去！出去！快！出去！我们要搜查。裴将军，这是九公主贴身婢女阿杜的房间。阿杜她说不了话，但她是随九公主从西周远嫁而来的，是可以有单独房间的。别搜了，闹得这么大动静，贼早跑了，赶快去别的地方查看。是。阿杜没事了，快睡吧。阿杜，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？小凤她怎么了？为何她看我的眼神如此陌生？还有你们怎么来李朝了？为何她答应和亲了呢？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的嗓子。是谁下的毒手？这个高相啊，还真是只老狐狸。他这么做，貌似是迎合圣上，实则是把太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将。那柴先生的意思是？要想下好一盘棋，不光是关注自己的每一枚棋子，还要时刻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运筹帷幄，掌控全局。殿下如果不想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，此时应该主动出击了。你想让我拉拢高相？高相是绝对不会看着太子一党在朝中做大的，而这个时候，殿下又是他手中最可用、最能用的一枚棋子。而殿下呢，在朝中的势力还没有稳固，也需要依靠他的支持，才能够夺回太子之位。先生，先生，裴将军求见。好，请他进来。
翼王，柴先生，刚才有一个神秘男子闯入宫中，惊扰了太皇太后和陛下。我觉得可能是顾剑回来了。表哥？如果真是表哥，他为什么不先来见柴先生，而是贸然闯入宫中呢？可能是他不知道柴先生现在住在哪儿，也不知道你已经封了王，搬出了宫中，才贸然闯入。这样，你速去打探表哥下落，一有消息立马告诉我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我有事还要回宫一趟，就不护送您回府了。去吧。我来找你只有一件事，在我坠崖后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？当日九公主为了逃避翼王，跳下了忘川，翼王为救九公主，也跟着跳了下去，所以那些前尘往事、彼此间的纠葛，就都忘得一干二净。至于阿杜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忘川之水，在于忘情。难怪他把我给忘了。那你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不进去见一下柴先生？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，你也别跟别人说我来找过你。那你现在住在哪儿？舅公，您近来身体可好？承蒙翼王殿下挂念，老臣的身体还好。此次李朝和丹赤一战，翼王殿下立此大功，令军心臣服，朝野震惊，也让老夫不得不对翼王殿下刮目相看啊。这丹赤一战，多亏了高显表舅从旁提点。若说立功，高显表舅才是功不可没。不说这么客气的话，你大表舅帮你，还不是应该的吗？对了，舅公，我听闻近日有不少丹赤余党在边境作乱的事，父皇要在朝中挑选一名得力的干将为镇北侯，带兵镇守丹赤。我认为高显表舅常年驻守西境，以他在西境的威望，定能收复丹赤余党。明日在朝堂之上，我会向父皇力荐高显表舅。其实谁去镇守丹赤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翼王一定不能去。多谢舅公提醒。翼王是聪明人，如今太子之位已定，唯有明哲保身、蛰伏不动，才能够厚积薄发。翼王，最近李燕从户部申请了一批银子，要修筑万佛寺铜像。我觉得此事有些蹊跷。这修筑铜像，不是您户部的差事吗？他李燕为什么插手啊？前段时间，李燕托忠王的面子，调来了户部。刚一进户部，忠王便跟我攀起交情，要我把监管铸造铜像的事情交给李燕。还有这事？忠王身为皇亲，又是长辈，亲自登门拜访，我岂能不答应？那依二表舅的意思，他李燕会在其中做什么文章？我身为户部尚书，虽然有所怀疑，可是自己人查自己人，身份多有不便。翼王不妨仔细查一查，看一看这李燕到底要做什么。
朕决定，在我朝之中，选一位熟知西境地形、了解当地风俗民情，并能带兵之人，封其为镇北侯，去治理丹吃。诸位爱卿，可有推荐的人选呢？父皇，儿臣举荐镇远大将军高显。高将军镇守西北多年，对西北的局势、兵力、民情都颇有了解。要想长治丹吃，没有比高将军更合适的人选了。翼王殿下还真是举贤不避亲啊！高显高将军的西境安护府已经辖制了整个西境，若让他再接手丹吃，那与直接封王何异？若论善待士兵者，忠王首屈一指。高显将军在破丹吃一战中劳苦功高，理当担此重任。正因为如此，高将军破了丹吃，再去管理丹吃，丹吃怎会口服心服？吵什么吵啊！一个一个说。陛下，臣举荐翼王。翼王，翼王能征善战，此次丹吃之战大获全胜，实是管理丹吃的最佳人选。父皇，儿臣虽侥幸打了胜仗，但全凭父皇的威仪护佑和朝廷的雄兵强将，儿臣自知无法担此重任。不过，说到朝廷对西境不甚了解，儿臣倒有个拙见。儿臣在西境半年多时间，对西境的民风俗情颇有了解。儿臣恳请父皇允许我修订西境地方志，详细描述西境各地的情形，以便朝廷对西境的统辖。如此以往，官员可以通过地方志了解西境事务。再过数年，百官人人都能熟知西境了。翼王此去历练一番，果然沉稳了很多。刚才所奏准了。谢父皇。起来吧，朕有点乏了。镇北侯人选一事，以后再议吧。退朝。退朝。高相，犬子愚钝，说话多有冒犯。您年事已高，切不可动怒。老朽年事已高，怎么可能因为些许小儿之言就动了怒气？只是今日辩论没有结果，眼见陛下下不了决心，微臣亦不能为陛下分忧，惭愧啊！其实陛下派谁去丹吃都无妨，都是朝廷之臣，理朝子民。到此。父亲，这李承寅也不过如此，给他高官他不走，给他兵权他不要，偏要为个女人留在皇城，还跑去修书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那个老五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这是以退为进，兵权随时可以收回。只要他离开了上京，便再无翻身之日。倘若他今日接受了这镇北侯之位，我大可以安心。如今他既然断然拒绝，那便不可不防。这李承寅有这等缜密心思，我看他平日里也不像个争强好胜之人呢。你忘了丹吃那一战，他可是笼络了不少人心呢。
派人盯着翼王府，看看他究竟想做些什么。太子妃去哪儿啊？公主，哎呦娘，我们真的没有想出宫去，只是在宫中随便走走，结果迷了路而已，根本没有想出宫啊！啊，衣服就是随便找了一件，因为你们李朝的衣服实在是太复杂了，西周的衣服你又给收起来了。公主，李朝的太子妃理应习惯穿李朝的衣服。以后这些便服就不要随便穿了，免得贻笑大方。再过几日就是沁香园1年1度的游园会了，皇后娘娘特意吩咐婢子要替公主好好准备准备。游园会时多少该有些太子妃的模样。公主，你累了啊？我扶你歇息吧。哎，喂！武帝上次在朝堂之上向父皇请命，要修西境制。不知进展的如何了？二哥，我一直在弘文馆查阅西晋各国史料，只是史料大多都不太全，所以很多细节都还要斟酌，进度没那么快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九公主，太子殿下，翼王殿下。九公主，武帝奉了父王之命，在弘文馆修西境制。修西境制？那弘文馆里是不是有很多西晋的地图和史料啊？是啊。我和你一起修吧。啊？怎么了？这我可做不了主。九公主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这种苦差事我怎么敢让您做呢？同不同意，还得问太子啊。公主，修书也是国事。以公主的身份去修西境制，实在是不合理智。合适，我保证不会添乱的。我就是想家了，想看看跟西周有关的事情嘛。再说了，修西境制也是惠及两国千秋万代之举，我也想尽一份薄力嘛。哎，刚才翼王殿下不是说有些史料不全？啊，我从小在王宫长大，也在西周长大，了解得很。再说了，王宫里有很多藏书的，我多少都看过一些，说不定能帮上你呢。这个怎么样？好吧，既如此，我明日便向父皇请示，只是不知武帝那边是否方便了。啊，既然公主都愿意，我自然是感激不尽。太好了。哎，你们看，二哥跟五哥也在那儿，他们一定是在玩曲水流觞。曲什么觞？曲水流觞啊！曲水流觞是我们李朝的一种传统民间习俗，在每年的伏羲礼仪之后，大家就会坐在河曲两旁，在上流呢放置酒杯，酒杯就会顺流而下，停留在谁面前，谁就要取杯饮酒，并且要即兴赋诗。作诗啊？对啊，可好玩了。哎，我们一块儿去啊！好。不，放上一觉念诗我都念不上来，别说作诗了，我不去。没关系的，这就是个游戏，谁输了就要罚酒。有酒？二哥、五哥，各位诗仙，你们是不是缺人呢？你们呀，来得正好，这下人总算是齐了。我不会啊，没事。没关系，我们按律走，你随性，押个韵就行。对，你看二哥都发话了，就跟我们一块玩吧。要是实在做不出来，就让二哥替你受罚。这样吧，咱们定个题目。这一轮呢，上阙是天气和风景，下阙是植物和动物，怎么样？好，这个好。好，各自入席。
晚雨初收，悬作晴。买舟访旧，芙蓉城。高帆斜挂夕阳色。齐鲁不闻醍醐声。齐鲁不闻醍醐声。掠水翻翻重山过。共厨片片锦鲤蒸。江川不语，人俱老。啊，算卦先生，胡乱捧。我没错啊，不是7个字吗？哎，那我再自罚一杯。公主好酒量。烟花风景眼前修。此地仍传半烟楼。冤梦肯忘3月意。儿女各取半生愁。拓阴零落难重舞。莲步单开带并手。不是冤家不聚头。罗西，永宁，我是不是丢人了？没事，这只是个游戏，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是啊，永宁刚开始对诗的时候，不知道被罚了多少杯酒呢。那我取消。这七律确实难学。我6岁学诗的时候，学了足足1个月才学会。九公主刚来李朝，这日子久了，耳濡目染，自然就会了。 6岁开始学诗，1个月就学会了，说的自己多了不起似的。永宁，少说几句。干嘛拉我？瑟瑟先告退了。你不要每次见到他都针对他吗？就是一介武夫之女嘛，打小就这么端着，烦死。 这个我从侍卫那儿给你要回来了，你自己收好。阿杜，这宫里不比外面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就得时刻为着主子着想。九公主是未来太子妃，你是她身边的人，自然会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你，看着你。你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慎，都有可能连累到公主。永娘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 在玩什么呢？他们在射木鸭子。小凤，你这个西周人一定会射箭吧？我们这一次可是要赢定他们。
输赢有什么赏罚吗？当然，一轮结束之后，射中最少的要被罚去湖中拔剑呢。走，走。黄剑胜出。持弓箭者，红箭。小姐，小心啊！哎，船原来长成这个样子啊！我还从来没见过呢。啊，不会吧？小风，哎，小风，小风，小心啊！大姐，小姐，快来救人呐！大姐，二哥，好像有人落水。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九公主，你还好吗？小姐，你没事了吧？小心。永宁，快将小凤带回去休息。好，小凤，走。殿下，谢太子殿下。快闭好。五弟，真是好水性，方才多亏了你及时救了九公主。二位公主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小凤刚才落水了。落水了？
怎么会落水呢？刚才九公主跳到船上，失足落水，亏得我五哥眼疾手快，才把她给捞了起来。翼王，嗯。阿杜，去睡会儿吧。公主，你醒了？水，我这就去倒。阿杜，你生我之前是不是认识翼王？为什么今天他救了我，却没有救赵姑娘？睡。殿下此次只是受了些风寒，殿下自幼习武，身子比常人更健康，按理早该痊愈。微臣敢问殿下，早先是否受过极寒之苦，或者受过内伤？殿下在北地冰雪台原追击丹赤残兵的时候，的确受过伤。这便是了。像是前次之伤尚未从根里痊愈，这次一并散发开来，才会反复低烧。我这就给殿下重新拟个方子，服用2日便会有起色。有劳先生了。阿昭，我有一事，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，正好你也帮我想想。殿下请讲。那日在宫中游园会，西周的九公主和瑟瑟一同落入湖中。我本来是想去救瑟瑟的，可不知为何，救起来的不是瑟瑟，而是那个九公主。肯定是水里视线不清，殿下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唉，不知为何，我一见着这女子，心中就烦闷、头疼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。殿下，赵家小姐送来帖子，马车就在侧门外候着。她亲自来了。是。瑟瑟。瑟瑟见过翼王殿下。瑟瑟听闻殿下染了风寒，特意带了些驱寒散热的药来。我哪里得了什么风寒？成日关在弘文馆里面，就是想偷懒几日，图个清静罢了。是瑟瑟失礼了，瑟瑟不请自来，扰了殿下清静。瑟瑟，诚宜向瑟瑟请罪，
那日在湖中，我见你落水，我急着要去救你的，不知为何却……瑟瑟知道，殿下与我之事尚且不便让人知晓。殿下是怕坏了瑟瑟清誉，况且那位西周九公主是准太子妃，殿下救了她，旁人也不会有闲言碎语。瑟瑟，你真好。参见九公主。啊，请问翼王殿下在吗？在，请随我来。啊。翼王殿下，翼王殿下，我是特意向你来道谢的，谢谢你那天救了我。九公主，我偶得风寒，怕传染给你。你要是没什么事，就先回去吧。啊，你生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翼王殿下，你不要过来，殿下。您又头疼了？他怎么了？那既然殿下病重，小凤就不打扰了。请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心突然这么难受？来啦！不错不错，我们这就去找米罗。我要去他的酒肆里找最好的葡萄酒，做一味驱寒散热的药。哎呀，不是我，走吧。
先生，九公主又出宫了，我派了个生面孔跟着。可靠吗？查得很清楚，家中也是受高相所害，绝无二心。柴先生，殿下尚未痊愈，要不要过2天再医呀？放心吧，柴先生，我没事。太子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我向父皇请命修西境地方志，就是为了能拿到这块可以查阅各部资料的通行令牌。这几日，我在弘文馆装样子也装够了。过几天我就去刑部、户部、吏部去查查有关太子的文书。太子那边权难如手啊！自从他上位以来，对外圆融怀柔，恐怕一时很难抓到他的把柄。圆融怀柔，哼！除非他真的做得无可挑剔，否则众口铄金，可不是光凭一张嘴就能说成的。我二哥这些年，为了笼络自己的势力，必然花了不少银子。好，那咱们就从钱上下手。太子做得再干净，也难保他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利索。第一个要查的就是那个李彦。我一直在想，他李彦放着好好的兵部侍郎不做，偏偏要去做那个户部的主事。虽然是有贬谪之意，可户部是什么地方？若是无利可图，他会去吗？我马上就吩咐下去，就从这个李彦入手。我就不信抓不到他的把柄。好。对了，柴先生，可有我表哥的下落？还没有。不过殿下放心，顾剑几经为难，定能自保。哦。还是染上风寒的缘故。总之，我得赶紧去找米罗，拿些驱寒的葡萄酒。你说，阿杜，阿杜，阿杜。请问，你看见一个穿鹅黄色衫子的小公子了吗？就是像小黄狸一样的。穿鹅黄色衫子的小公子，像小黄狸一样的人，我倒是见着了一个。他在哪里啊？你不就是吗？是你？你想起我了？来人呐！有贼呀！小妇，数月不见，你还是一样没变。如果你答应我不嚷嚷的话，我就解开你的哑穴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谁啊？你不记得我是谁了？你是我阿爹派来的，还是我阿翁派来的？
那你是什么人？我是顾剑。我不认识你，你快放开我，我要去找阿杜。我找了大半年，才找到你。你就不愿意跟我多说2句吗？你找我？为什么要找我？我以前认识你？咱俩之前是一对儿，而且也已经交换了定情信物。我们约好了要私奔，可后来你和我闹别扭，一气之下就跑了。后来你遇上了杀盗，脑袋受了伤，连我都忘了。我是遇上了杀盗，伤了脑袋。不过你不记得我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可以让你重新的爱上我。呸！你没病吧？我是最近的一些事不记得，可从小到大很多事我还是记得的。要真像你说的，我们约好了要私奔，那岂不是相处了很长时间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你？那是因为你的心里恨我，自然就不记得了。胡说！你快给我放开，我得去找阿杜，我还有事儿没办呢。有什么急事，说出来我听听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我要去买酒。买酒？好，那我就陪你去买酒。买完酒之后，我就把你的阿杜还给你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像是说假话的吗？以我的功夫，我若要伤你，你还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吗？好，我姑且相信你。到时候你要不把阿杜还给我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来来来，米罗敬您杯酒。好，来，来。李罗，酒真不错啊！是啊。喝。小风。哟，今天阿杜没来，换了一个俊俏的公子跟着呀。米罗，这家酒肆的老板，也是西周人。在下顾剑。顾公子好，来来来，里面请，请你们喝酒。不了，我今天不是来喝酒的。我有一个朋友染了很重的风寒，我在想咱们西周不是有一种驱寒的药酒吗？我从你这里拿点，带回去入药。从唯品阁进了一批，刚刚下地窖。哎，平时不都是你自己酿吗？怎么这回从外面进了？大部分都是我自己酿的，但是有一些还是自己酿不了的。比如说像咱们西周特有的桑葚酒这类好酒可就不行了。但是呢，这一批是我托唯品阁商队从西周特地运过来的，特别纯正。你这里还有桑葚酒这种好酒？当然了，你这么说我可馋了啊！下次来啊，你早一点告诉我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好，高家三公子在咱们明玉坊吵着要喝你自己酿的酒，你赶紧送2坛过去吧。那你稍等，我先帮这位取完酒就送过去。哎呀，这可不行，这高公子脾气可大着呢，他可等不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这分身乏术啊。这怎么办？哎，我帮你去明玉坊送吧。你，我可以的。明玉坊，真的。那好，你稍等，我给你拿酒去啊。好。小风，那种地方你不能去。我为什么不能去啊？反正就是不能去，不适合你。我还没见识过呢。哎呦，这位俊俏公子，要不要一起去明玉坊坐会儿啊？哎，对啊对啊，一起去吧。你来来来，那就有劳你了。不客气。那你就在这里等我吧啊！我们走了啊！来，这边请。这，哎呦喂，2位公子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赵玄，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，今天明明是我先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明月？先到又如何？明月他根本不想见你。今天我要再见不到明月，我立马带人拆了你这明玉坊。别！王妈妈，你放心，有我赵世玄在，谅他也不敢。都是你坏我好事儿！王妈妈，我今日就要替明月赎身。哎，好好。哇，月多少钱？我出3倍，我出4倍。哎呦！别吵了！别吵了！
口声声说要替明月赎身，人家答应跟你们走了吗？看你们也是堂堂世家公子的样子，这么厚的脸皮，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呀？哪儿来的小兔崽子，别多管闲事儿！看看，哼，像你这种空有一身蛮力，说不过3句就要动粗的粗鲁之人，怪不得明月看不上你。公子，来这种地方，本来就是来寻开心的，何必闹成这样呢？谁要有心，明日趁早。明月，明月姑娘来了。明月，明月，明月近日身体欠安，2位公子，明月都得怠慢了。2位既是朝廷重臣之子，是未来国之栋梁，切勿为了明月伤了和气。明月，今日让你受惊了，我改日再来向你赔罪。公子，不再玩会儿了？明月，对不住啊，下次我再来看你。公子，走。顾剑哥哥，没想到你尚在人世。嫣儿，我现在是明玉坊的明月，不是陈家的嫣儿。我不配叫那个名字。你还是叫我明月吧。可是你怎么会在明玉坊？聊什么呢？拿好了啊！明月姐姐，别难过。要我说，那些富家子弟真是讨厌，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有什么可厉害的？他们喜欢明月姐姐，明月姐姐就得依着他们吗？这李朝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不知道，这高家和赵家是朝廷的重臣，尤其是那个高震，那可是上京城出了名的恶少，谁都不敢惹。我就不信了，难道就没人治得了他们？明月姐姐，你被那些人争来争去的，就没想过离开明玉坊啊？小凤说的对，明月姑娘，你确实应该离开这种地方。离开？离开又能去哪儿呢？谁？剑儿，这几个月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听裴昭说，前几日有人闯进皇宫，是不是你？你都到上京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还在怪我？我见到嫣儿了。嫣儿还活着，在哪儿？明玉坊。这些年，他寄身在明玉坊，当了个清官。
是我不好。你没告诉他我还活着吧？好，不告诉他好。哎，健儿，你去哪儿？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婴儿的事。义父如果有事找我，就到米罗酒肆。外头不安全，搬回来住吧。不必了。出入6部的令牌我已经拿到了。先从哪儿查起？户部。翼王殿下，九公主，何事？上次你不是因为我染了风寒吗？我特地用我们西周的葡萄酒给你做了一味驱寒散热的良药，而且这里面的这个老姜啊，我煲了3个时辰啊，你尝尝。九公主，我的伤寒已经痊愈了，有劳九公主挂心。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痊愈了？这好了也能喝，很好喝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比那个你们李朝的白干好喝多了，而且是我偷偷从宫外拿的，我朋友拿的。朋友？九公主这3个月应该没出过宫吧？哪来的朋友？对啊，你不用管那么多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你就每天喝点，我保证你3、5天啊，药到病除。你帮拿一下啊。神。我是真心想谢你，你舍命救我2次，我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你真想谢我？这还有假呀？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保证能给你办到。也罢，我就当你是真心谢我。至于谢礼嘛，我还没想好，你容我再想想。行。九公主，九公主，快拿着，想好了告诉我啊。来啦！殿下，殿下，公子，顾公子，我们打烊了。顾公子，哎，顾公子，公子喝多了。哎呦，顾公子家住何处？不如我差人送你回去。梅家。我看公子心事重重，不如说给我听听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
哎呀，拜见太奶奶。坐下吧。你们看见了吗？近日啊，有一些藩国的使者送了很多的贡品，皇上呢给太奶奶送来了几件上等的，要不要看看？你们小姑娘一定是喜欢的，挑吧。想挑哪个就挑哪个，想拿哪个就拿哪啊！啊，太奶奶，这些都是我挑的。不是给自己挑的，是为你的母妃挑的。既然太奶奶都开了金口，永宁岂能不多挑几件？太奶奶，我喜欢这个。啊，是吗？喜欢就拿，喜欢什么再去看看。哎呀，这吃的金贵呀，还是这些物件金贵啊？当然是吃的啦。他们拿的吧，都只能看不能吃。那如果放在屋子里就会染灰，如果挂在身上又怕丢掉，我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出去玩。小凤丫头就知道玩耍啊，想出去啊，那就出去吧。真的？小凤，你喜欢蹴鞠吗？明天禁院有蹴鞠，王族公卿的子弟啊都会去的。蹴鞠？我何止喜欢呀，我还会玩呢。原来在我们大草原啊，每年都有蹴鞠大赛的，可好玩了。我明天能玩吗？不会吧？男子的蹴鞠你也敢上场？我的准嫂嫂，你别吓坏了我的太子哥哥。那怎么了？既然有这么好的兴致，那就明日呢，让英乔带着你们出去。踢是不可能啊，看看总是可以的。好，谢谢太奶奶。怎么事到临头才要更改看席呀？赵大人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今儿晨起啊，太皇太后吩咐我，让我带着几位公主来看球赛。原本这儿是没有设置女眷席座的，如今也只能打乱了位置，让原本安置在东侧的大人们前往西侧，让宫中的娘娘们在东侧紧挨着宗亲们。如此一来，既合了太皇太后的意愿，也没坏了宫里的规矩。烦扰之处，还请大人见谅。好吧，走。英乔姐姐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小风，陆欣、永宁，你们来啦！你坐这儿。为什么呀？你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因为有人要看的不单单是蹴鞠。永宁。两位是谁家的公子啊？那个呀，是当朝宰相高于明的小儿子高震。你看那个，是辅国将军赵靖宇的儿子赵世玄，也就是赵瑟瑟的哥哥。哦。
高震是蹴鞠的好手，不过这一次遇上了赵世玄，仍然是要逊色一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高震虽然是蹴鞠的好手，可高家的其他人仍然是寻常府兵，赵世玄就不一样了。赵世玄的球队是赵世玄从赵家的朔阳军当中百里挑一出来的，个个都是好手。这一次高震自然是赢不了。完了完了，啊！那高震岂不是要跟赵世玄打起来了？为何高震要和赵世玄打起来？九公主认识他们两人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我瞎说的。但愿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们听着，有义王在咱们背后，赵家人不敢煽动。一会儿上场之后，尽管给我下死手打。哎呀，这赵世玄怎么就不知道退一下呢？这高震看来是铁了心要报仇了。报什么仇？哎，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还不是为了争明玉坊的头牌姑娘。高震早就对赵世玄有一肚子意见了，这回啊，逮着机会，恐怕是要大打出手了。明玉坊？嗯。哥哥，高震，你这分明是蓄意伤人啊！蹴鞠场上胜者为王，谁让他身子骨那么弱来着？那你不能踢人啊！住手！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太医，太医！太子殿下，赵侍郎伤势严重啊！不过是踢球时的误伤，怎么这么严重呢？太子殿下，我亲眼看到高震故意踢伤了兄长。瑟瑟，你误会了，这蹴鞠受伤是难免之事。我刚才就在旁边，高震不是故意伤你兄长的。可是，哥哥，瑟瑟，算了，快抬走。瑟瑟，慢点。殿下，说着赵世玄和高震为了明玉坊的头牌明月争风吃醋，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，这闹得已经是满城风雨，人尽皆知啊。哦，说那个明月私底下还找老鸨求过情，说不愿意见那高震。论长相，赵世玄确实生得俊俏些。说正事。宫里传来消息，说李承寅从昨日起就声称抱恙，把自己关在昭仁殿，闭门不出。想必也是无颜见人吧。我倒是越来越看不懂义王了。赵家虽然比不上高家和裴家，但西南一域一直都是赵家军坐镇。若赵家倒向了义王，便是与高相联手，那不可不防。唉，我原以为李承寅只是个情种，没想到他这么讨好赵瑟瑟，是因为这层关系。我原本也瞧不上赵家，但赵靖宇
多次想将女儿许我做侧妃，却不想赵瑟瑟现在看上了义王，那便要重新考量了。赵靖宇有此意，殿下不如收了他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那得看赵小姐的心思了。倘若她一心向着义王，那倒也是件麻烦事。太子殿下，赵府小姐请人送来了这个锦盒。哟，赵小姐，谢我怜香惜玉，说日后定将报答。殿下真是心想事成啊！女子之德性也，孝敬人民，慈和柔顺，德性备矣。夫是什么？德性源于王上仪，婢子在。你教了九公主这么久，为何她连篇女诫都背不全？亏你还是上仪局的第一女官，我看是浪得虚名。皇后娘娘教训的是婢子失职。既是失职，就当受罚。本宫命你从即日起官降2品，每月罚减俸银4两。谢皇后娘娘恩典。皇后娘娘，永娘，你是太皇太后派去照顾九公主的，为何她学不好，你也不好好的督促？启禀皇后娘娘，义王殿下刚遣了石恩来回禀，说原本定在下午来殿里陪娘娘讲经，但因身体不适，特向娘娘告假，请娘娘允准。这孩子都已经推了本宫2次了。殿下究竟哪里不是啊？可有传了太医去瞧瞧？娘娘，奴婢已经遣人去看过了，殿下的身体并未有恙，只是神思倦怠，不愿见人。听闻殿下宫里的宫人私下议论说，殿下是得了相思病。胡言乱语！义王未经人事，哪里惹的什么相思病？奴婢听闻，因蹴鞠赛事，殿下偏帮了高振，赵瑟瑟气恼了，不肯见殿下。殿下就在赵府候了几日不得见，便不愿再出昭仁殿了。给我传赵瑟瑟入宫。是。方尚仪，对不起啊，今天都是因为我，你才会被皇后娘娘责罚的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一定不胡闹了，一定好好学。啊！衣服都乱了。这宫中生活烦闷，每个人都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。公主的到来，给这沉闷的宫中生活带来了生机。公主虽然生性无拘无束，也不甚用功，但婢子与公主相处的这段日子，觉得公主非常的有趣。方尚仪，你这是在夸我呢？义王殿下，九公主最近来的倒是挺勤啊。九公主，
听说你得相思病啦？你胡说什么？谁得相思病了？哦，没病啊？那惨了！哎，惨了！哎呀，有人被你害惨了。什么意思？皇后娘娘刚才唤赵家小姐进宫了。是真的，我刚才就在皇后娘娘那里，所以偷偷跑过来给你报信的。你这可不算谢礼啊！我没说是谢礼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我小凤是一个有恩必还的人，所以既然你救过我的命，我是把你当朋友才这么说的。当我朋友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你这话我不信，最好想个理由吧。哎，小女瑟瑟，拜见皇后娘娘。赵将军家的千金果然是姿容艳丽。听闻赵小姐柳絮才高，女诫可有读过？回皇后娘娘，小女读过。你可知何谓妇德？悠闲贞静，守节整齐，行止有尺，动静有法，是谓妇德。你可知其何意？悠闲贞静者，外若迟缓，内笃始急，无欲无求，尽得修业，既不可攀龙附凤，也不沉迷于男女之情。守节整齐者，志不可满，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。遇事知其轻重缓急，知其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行己有尺。不错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你是知书达理的女子，你应该懂得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最应该记住的是守好自己的本分。如果忘了本分，就等于忘了自己，生出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心思来。小女惶恐。你要是真懂得惶恐二字，就不会去纠缠于翼王。小女是真心爱慕翼王殿下，并非有任何非分之想。没有非分之想？好，那本宫今天就给你交个底。翼王府的王妃早就定好了，是魏国公的孙女。人各有命，你也不要怪本宫无情。如果你真心向着翼王，就不要再去招惹他。瑟瑟，瑟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母后对你说什么了？翼王殿下，请自重。瑟瑟身份低微，不敢心存念想，想要与殿下长相厮守。从今以后，瑟瑟再也不会去打扰殿下，不会再与殿下有任何瓜葛。也请殿下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扰了我的心思，不要让我再对殿下有任何念想。瑟瑟，瑟。前些日子，翼王确实每日都去赵府，但赵家小姐每次都避而不见。这几日，翼王似乎也觉得无趣了，就没再去过赵府。平日不是待在翼王府里，就是待在弘文馆里。对了，西周的九公主偶尔也在弘文馆里。知道了，婵儿，辛苦你了。下去领赏吧。是。
翼王殿下，小女不懂事，不愿相见，还请殿下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臣拜见太子殿下。宫中传闻，令爱属意的是我武帝，翼王。那是小女一时糊涂，才只有一些风言风语。赵家与高家素无瓜葛，今后也不会有任何干系。小女也吃了一些苦头，受了教训，深知殿下才是托付终身之良人，请殿下放心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烦请将军交给令爱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也算是信物。谢太子殿下。哦，对了，玄清的伤势不打紧吧？好，多谢太子殿下关心。世玄现在还不能下地走路，但世玄自幼习武，恢复的比常人快，再有2个月，也就能下地活动了。今后得寻个时机，替玄清出掉这口气。是。朕近日收到很多奏折，都是催促朕尽快确定镇北侯人选的。太子，你说说你的想法吧。回圣上，臣确有一合适人选。谁呀？此人正是辅国大将军赵靖宇。这就是他呀，赵靖宇。这个是人家，可没有想到啊。赵靖宇，臣在。朕知道你把西南边陲治理得很好，很不错。也听说你以前很喜欢看老庄之道，现在还在读吗？回圣上，微臣年轻的时候，圣上曾经训诫过微臣，虽为武将，不能自视为武夫。微臣把圣上的话写于床前，每日诵读，不敢有一日或忘。好，好啊，那就即日发了明诏，封赵靖宇为镇北侯，3日之后赴任。臣遵旨。这都是什么字啊？啊！小气！哼！我都已经待了2个时辰了，你倒是让我干点什么呀？你安安静静的待着就好了。什么叫安安静静的待着？太子殿下可是派我来跟你一起修书的，我总得干点什么吧？太子殿下是因为你思乡才让你来这儿，并没有指望你能帮什么忙。你这是什么话？这修西境制呢，是国事，国事就是男人之事，你们女人本来就不该参与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快不要跟我提你们这些礼朝乱七八糟的规矩了。女人一定要走在男人后面，女人行礼一定要比男人低哦，吃饭也不能好好吃，一定要夹2个鸡蛋，
走路也不能好好走，一定要顶一碗水。在我们西周，哪里要受那么多罪？行了，你看看那些书，哪个能解你思乡之苦，拿去看吧。啊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回来，李成银。哎呀，李成银，我还没说完话呢。李成银，李成银。你不是不想理我了吗？是你先找我的。哎，我就招你了。动手是吧？动手！你，哎，打，使劲打！哎呦啊！你个蠢货！哎呀，为了一个妓女坏了我一盘好戏，生生把赵家推给了太子。爹，怎么就偏赖我？谁让那皇后反对赵瑟瑟与誉王相好的？要是让赵瑟瑟嫁给誉王，这太子也不会突然提议让赵靖宇做镇北侯啊！你还顶嘴？不要停，打，往死里打！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父亲，您就是打死三弟，也挽不回这一盘棋了，不如清理棋盘，另谋新篇吧。如今赵家已投靠于我，待我与九公主完婚之后，拥有了西周势力，任凭他高家势力再大，也断不能再与我抗衡。哎，叹什么气啊？有话就直说。我之前一直觉得赵家有点不对劲儿，于是我便派眼线盯着他们。今日赵靖宇去丹池赴任，李成银和那赵家小姐前去相送了。李成银？为何不早说？我之前也只是怀疑，不敢确认。刚刚探子来报，我才得知李成银，他去了十里长亭相送。哎，成银，多谢赵将军。殿下可知，老夫此番再无回头之路啊！瑟瑟，你可是真心愿意将终身托付于我？殿下何必明知故问？可是我在你家人眼中，并非是最好的归宿啊。只要殿下不负瑟瑟，瑟瑟一定会说服家人。若不能让你父亲垂青于我，又怎么敢让你托付终身呢？瑟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父亲安心把你许给我。胡闹！请赵将军成全。翼王殿下，我与瑟瑟情投意合，还望赵将军成全。
我知道将军心中中意的是太子。程银虽无权无势，但我可以保证，日后一定好好待瑟瑟，绝不负她。这个，将军心中所谋之事，我可助您大成。只不过需要委屈一下瑟瑟和赵将军，配合我演一出戏。太子殿下，我亲眼看到高震故意提伤了兄长。瑟瑟，你误会了，这蹴鞠受伤是难免之事。我刚才就在旁边，高震不是故意伤你兄长。可是，哥哥。瑟瑟，算了，快，抬走。瑟瑟。都是我不好，害家兄受了那么重的伤。瑟瑟，是我不好，别哭了。没想到高震居然这么狠。瑟瑟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必须把戏演下去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请您再写一封书信交给太子，就说你们痛恨高家，有意投靠于他。太子生性多疑，未必就会真的相信，所以我们要在他眼皮子底下演一出戏。前些日子，翼王确实每日都去赵府，但赵家小姐每次都避而不见。这几日，翼王似乎也觉得无趣了，就没再去过赵府。平日不是待在翼王府里，就是待在弘文馆。只要打消了太子心中这个顾虑，确定你们是真心有意投靠于他，到时候他一定会亲自登门造访，拉拢赵将军。接下来就看赵将军如何选择了。是。程银此生绝不忘赵将军相助之情。多谢殿下。殿下，抵达同州道后，我会差专人与殿下互通消息，还请殿下收好印信。将军请放心。父亲，北地寒苦，你要好生照顾自己。请殿下善待瑟瑟。程银定不负瑟瑟，不负将军。多谢殿下，末将告辞。父亲，殿下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父亲那关总算是过了，可是不知道你兄长是否会记恨于我。虽说这一次是做戏给太子看，但殿下演得太真，兄长当时又不知情，事后父亲也都说与他听了，但兄长性子倔，就怕他认死理，心里不痛快。殿下往后可要对兄长好些。那是自然。瑟瑟一己私情，令父兄涉险。如今赵家命脉都悬于殿下之身。若是殿下以后有了新欢，厌弃了瑟瑟，还望殿下看在今日之功，勿要厌弃瑟瑟的父兄才是。令尊行事严谨，虽与我有私下之约，
却在太子那儿瞒得严谨。若我失败，你随时都可以拿着这枚玉佩，转投东宫。瑟瑟在此明示，对翼王殿下绝无二心。唉，最可怜的人是我，既得罪了太子，又未能全然得到你的心。殿下，我……好啦，逗你的。好一个暗度陈仓啊！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，请太子殿下息怒。滚！是。娘娘，高相求见。娘娘，您为何不见高相？舅舅过来，想必是为了镇北侯一事兴师问罪的。这不是太子所为吗？赵家倒向太子一事，现在想起来就是不对劲。赵瑟瑟的眼神看翼王是动了真情的，这女人的心哪是说变就变的？舅舅不来，我还不能确定。他这一来，我便明白了，此事跟程银脱不了干系。那奴婢就说，娘娘您去了太皇太后那儿，回了高相。躲得过一时，躲不过一世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程银没有把事情做到明面上，他现在还是在高家这边，只是行事有了自己的主意。且看舅舅有如何说法吧。这翼王真是让老夫刮目相看。舅舅何出此言啊？要不是我派探子亲眼看到翼王和赵姑娘在城外送赵靖宇出城，我还真蒙在鼓里。原来是翼王和赵家一起演的一出戏。老五是你我看着长大的，他素来心思单纯，绝对不会在背后做这种事情。翼王真如皇后说的那么单纯吗？他若单纯，能在丹池立下奇功；他若单纯，可以在当今的朝堂上运筹帷幄。区区数月，他就脱胎换骨了，真是让我惊叹。知子莫若母，皇后有没有觉得他背后有高人在指点？要说程银背后的高人，那就只有舅舅了。他今天走的每一步，都是仰仗着舅舅您在背后的支持。依我看，这次肯定是被赵家那姑娘给蛊惑了，才中了赵家的圈套。真要是这样，那赵家人也太有本事了。话说回来了，表兄这次没有得到镇北侯的封号，也不是件坏事。他本就镇守西境安护府，权力堪比一方诸侯。如果再将丹吃纳入囊中，难免会引起陛下的猜疑。得不得镇北侯，老夫还真不计较。只是翼王瞒着皇后行事，让人措手不及，真是替皇后担忧啊。请舅舅放心，我定会多盯着程银的。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白住，还好意思喝这么多酒？
放心，我不会差你9千的。再来一壶。你欠了我那么多酒债，还这么个态度跟我说话，你这样喝酒，你要不要命了？我的酒无论如何都不能卖给你了，省得你喝死在我这儿，我还得替你料理后事。我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，也不可能是你。你也不问问我以前是干什么的，你觉得你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吗？我跟小峰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，所以我们2个人把彼此看作是故乡的亲人一样。既然你对小峰好，对他又那么重要，我就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，替他来照顾你。你还是把我当成普通酒客吧。我这个人天生会让人失望，而且越亲近的人越会失望。哎，明月来了，来，过来，替我劝劝这个石头。这个人在我这儿白吃白喝，欠了那么多的债，现在呀，喝得连命都不要了。快坐。这2天就没有人来找你？没有啊，谁应该来找我？哦，没什么，我以为会是那些不识好歹的客人过来骚扰你。顾剑哥哥，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教我功夫，把我带到了西周，寄养在了明月公主帐下。可后来明月公主离世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你呢？你怎么到明月坊来了？我和母亲被抓，一直等着父亲来救我们。可直到我们被活埋，他还是没有来。我百死一生从土堆里逃出来，被外族商队所救，学了歌舞乐伎，便回到上京，在这明玉坊做了一个清官。我只恨自己没有本事，不能手刃仇人。明月，既然活下来了，就要好好生活。恶人自有天寿，他们造了这么多的孽，总是会自食其果的。我就送你到这儿。那我先进去了。义父，您是来看明月的。明月长大了，她长得越来越像她母亲了。义父，你为何迟迟不和明月相认呢？陈征已经死了，可明月的父亲还活着。如果让人知道我还活着，我就还是个朝廷钦犯。明月现在最起码过得安稳，我不想拖累她，让她重新过那些刀头上的日子。义父，如果当年你救的是你自己的女儿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总需要有一些人为了大义而活吧。简儿，我知道自小给你灌输的东西太过沉重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忘啊，我们之所以活着，是活在了孤臣两家上百条人民的血肉之躯上。义父，顾剑从来就没有忘过，感激义父的救命之恩。为了家族血仇，我会继续听从义父的差遣。翼王殿下，这是您要调取的户部和兵部的宗卷。下去吧。是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帮忙啊。哦，对了，今日画师做了一张西周地图，您看看是不是准确？哎，这绘制的还挺精细的。我看看吧。同样的路，我走第2遍都不一定认得，还让我修正地图。可要是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别人岂不是觉得我这西周9公主徒有虚名？哎，这里有问题啊！你看，虽然单吃都冰原地貌，但是其实地形还是很有变化的。在这一片山谷里啊，它其实是有一个温泉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到了夏天，满天的萤火虫，可好看了。怎么了？然后呢？我们是不是之前认识啊？什么？我说，我们是不是很久之前就认识了？阿杜姑娘，我给你做了件新的衣裳，你把这件衣服换下，把这件穿上。你身上这件衣服都穿了许久了，身上都有味道了。好，我赢了，这个是你的。九公主，你再跟她治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哇！我的我的我的！啊！哇！哎呀！哦，不好意思，都是我的啦。再来再来再来！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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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了没有了！九公主的手气也太好了。把比你们半个月的月钱都给赢走了。就是那有什么关系？我到时候让永娘再多发你们一些呗。九公主，可千万不能让永娘知道我们在做这些。对呀对呀对呀，千万别告诉她，惨了。她知道我们就惨了。永娘，永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啊，你怎么能跟婢女们赌钱呢？这有失身份。走，跟婢子回去。把钱拿回去。永娘，你说这个李朝的官制铜钱是不是都一样的？是啊。那有没有可能，同样都是官制铜钱，可是大小不一样，薄厚也不一样呢？可能是铸钱的时候工匠没有做好。公主问这个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随便问的。
难怪九公主这几日来得这么勤快，原来是躲在弘文馆里偷懒啊。我有一个重大发现。你过来。说吧。看，你们李朝泱泱大国，铸造工艺居然这么差，居然可以允许2种不一样的铜钱流通在市集上，是不是很奇怪？是不是不一样？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铜钱哪来的？骗的吧？我赢的。赢？啊？你管我呢？你还还给我！不给！你还给我！铜钱有什么好玩的？改天我送你更好玩的。不要更好的！不给！我不要！你还给我！不给！我不要！还给我！不给！李承言，喂！现在我住在宫中，出入不方便。今天正好你当值，帮我去告诉柴先生，让他务必细查铜钱一事。去吧。这2枚铜钱，一厚一薄。这枚厚的是旧铜，应该是以前官制的铜钱；而薄的那枚是新铜，应该是仿制的。历朝的铜，每年除了铸造铜钱之外，其余大多数都用来铸造佛像。皇上上佛。万佛寺就是皇上登基之后新建的，每年都会新增数座佛像。而今年为万佛寺塑佛身监工的，恰恰是忠王的世子李彦。若真是李岩私扣铸佛用铜，那肯定和太子有关系。可是太子已经身居高位，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哼，不管他想干什么，总归不是什么好事。只是，如果我们私下调查，就算五皇子把证据呈给皇上，皇上也会碍于皇家体面把这事压下来。所以，这事还得皇上亲自下令去查才行啊。公主，公主，这是翼王派来的侍女婵儿。参见九公主。翼王派我过来给您送个礼物，说是能解解闷儿。我不要啊！要不要的先看看，不妨事。那好吧。
什么呀？这个啊是孔明锁。他这不是捉弄人吗？阿杜，把他给我劈开！哎，阿杜，使不得！公主，这可使不得。这个啊叫孔明锁，需要用耐心才能将它慢慢解开。翼王殿下说了，公主如此聪慧之人，定能找到其中乐趣。当然聪慧啦！告诉你们家主子，明天我就给他解开。是，婢子告退。阿杜姑娘啊，你以后不要总是在屋顶上睡觉了。这侍卫要是把你当成了刺客，你的小命可就没了。再说，外面天气那么凉，你要是受寒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殿下，圣上已经往寿人宫去了。殿下，九公主，此书记载，需要你参详参详。这里不对呀，这不对，这是对的呀。不对。哎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写的，一个字都不对，不对不对，得改。这都是对的呀。九公主，你认得全我们中原字吗？你改不改？不改。哎呀，孙儿啊，你忙于朝政，不必这么时常的到我这儿来点卯。哎呀，事情再多，也是要来给祖母问安的。况且最近事情不多，又有太子帮忙，还算比较轻松。哎呀，你这个太子啊，他是懂事的，能够为自己的父皇分忧了。祖母啊，您最近身体还好吗？好，很好。你知道那九公主啊，常常到我殿上来走动的，热热闹闹的。哎呀，最近我的精神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啊，那个九公主啊，她是一个率直有趣的姑娘。哎，最近她和老五修那个西境志，他们相处的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很顺利呀。说起老五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听昭仁殿的内侍们说的，说老五每日比那些书官们还要勤勉，而且呢，你想象不出他跟九公主一起探讨。他说这九公主是西晋人呐，这集结的文书里面呢，如果让西晋人认可了，那才叫真正的好啊！这看来呀，九公主是有助于你的老五啊。
老五可要出息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他们两个相处的还真不错。给我走！是九公主和翼王殿下吵起来了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哎呦！父皇、太奶奶，陛下、太奶奶，今天小凤要请你们2位给我评评理。一大清早，你们为什么吵起来了？要评什么理啊？就是这本西晋地方志里写的很多都是不对的。然后我让翼王殿下改，他还不肯改。父皇、太奶奶，这都是依据地方典籍和西晋阿护府的官府行文记载编写的，不能仅凭九公主的一句话就修改吧？这是你们李朝的典籍和官府行文，那当然说的是你们的好话了。我们李朝是天朝上国，各国来朝，均是事实，何须为自己说好话？哼，那就能写我们的不好呀。我们西周虽然是小国，但是我们国富民安。你喝过我们西周的葡萄陈酿吗？啊？见过我们西周王宫的琉璃穹顶吗？听过碧丽胡家演奏的音乐吗？听过吗？你都没有，那你凭什么说我们西周是野蛮之地？我若偏写了，你待如何？我就不同意。我们李朝的诗词歌赋千古流芳，能工巧匠不计其数。就单说我们这铸造工艺，你们西周100年都赶不上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就你们的铸造工艺啊，那个铜钱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还不如我们西周的银饼呢。小凤啊，修书里说的就是个人的见识。若你觉得翼王他有失偏颇，那把他修正不就行了吗？你又何必太过认真呢？认真好啊，认真。人家2个人认真起来很有意思的。不过呢，不必吵架，和和气气的。太奶奶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是亲眼所见的。若陛下和太奶奶不相信的话，我这就去要2枚铜钱来。你们等着啊！有铜板吗？借我2个。没有没有。哎，你有铜板吗？没有没有。哎，公主，铜板给我2个。卞子的铜板方才都借与别人了。你们谁有铜板呀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姐妹们，若娘娘们知道我们尊卑不分，与未来太子妃嬉戏，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干活吧。你刚刚立下大功，却让你窝在宫里面修书，实在太委屈你了。父亲，儿不觉得委屈，但求尽职尽责。虽只是去修书，但认真做了，却乐在其中。哎，小凤，找到证据了？没有。我平时也不领利钱，我身上没有铜钱。然后我刚才去管他们借，他们都没有。九公主啊，你莫非是抱怨没有给你利钱呢？不要紧呐，明天到我宫里来啊，我给你很多金叶子，你要换多少就换多少。太奶奶，我不是……怕是有人根本无凭无据，信口雌黄吧？陛下、太奶奶，你们再多给小凤2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们找到证据。知道，随你随你。重连03匹，
如意玉枕一副，鎏金钗朵一只，簪花珠钗5对儿，明珠1对儿，檀木10张，琥珀貔貅雕剑1对儿。永娘，谢过吴少监。公主，太子殿下对您可真是上心，送了这么多东西来。有什么好的？弄得我都没有下脚的地方。永娘，永娘，你呀，帮我把这些东西都一一清点清楚，送到库房里吧。这公主不亲自看一看，姐喜欢的用着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有点累，到后院去走走。永娘，你记住啊，这些东西你都要亲自一件一件一一清点清楚，帮我记在这上面，别人我都不信的。是公主，那你去忙吧。这个别说几个铜钱了，就换几车铜钱我们都有了。哼，走。不收。哎，掌柜的，这可是黄金，十足的黄金。我就当10文铜钱都不行。不收，我们不做您的生意。不是，你们这儿开着门，为什么不做生意啊？公子，你当我傻呀？这是官制的金杯啊，别说当了，送给我也不敢要啊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来这是官制的？我2只眼睛都看出来了。你赶紧走吧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跑遍整个东市，我看没有哪个铺子敢收你这个金杯。那就算它是官制的，怎么就不能收当了？公子，本来我也想给你留几分颜面，可是你也太轴了。好，我就告诉你，这官制的金杯是圣上的赏赐，受赏的人不是皇亲国戚，便是王公大臣。试问，哪一位敢拿圣上的赏赐来换铜钱呢？公子，我看你的穿着打扮、言谈举止，也不像是个贼啊，多半是顺了家里的赏赐，来这儿换钱花了吧？嘿，您敢当，我可真不敢收啊！啊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做正经生意啊！嘿，你要实在不相信，到别的地方看看去，好吧？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原本以为拿着它能换不少铜钱，现在可倒好，好不容易找机会溜出来，半个铜钱都没换到。还有米罗呢，走。顾剑，哎，你有铜钱吗？
哦。但凡紧要时刻要找的人，一定找不到。自古以来便是如此。哎，他今天不在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你不是常来吗？我最近赊了他不少账，躲他还来不及呢。那怎么办呀？你还真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说你笨，你还要笨给我看。这个能换钱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现在它不再是皇家御用的酒杯，只是几片碎金子。就从这里开始，我们一家一家挨着换。您要的布包好了，谢谢这是找您的碎钱。来，哇，这么多！谢谢老板娘。没事没事，欢迎常来。好，走。居然可以换这么多！哎，谢了啊！你要怎么谢我？我可是陪你们换了一天的铜钱啊！确实要谢谢你，今天陪我们跑了一天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以后你需要的时候，我一定帮你。我不需要你欠我的人情。哦，哎呀，早说呀！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安心了。以后我麻烦你的时候，都会付你报酬的。嗯，好吧，谢了。阿杜，顾剑不是坏人。嗯，走吧。欠你的钱，就用这个来抵吧。哟，你去结当铺了呀？这是酒钱，剩下的预支以后的酒钱和房钱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哎，你有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本姑娘、本老板娘、老娘心疼你，你看整个上京城谁会收留你这个麻烦？有一点良心。陛下太奶奶请看。小凤啊，哪里寻来的这么多的铜钱呢？啊？哎呀，太奶奶是小凤不对，私自溜出宫寻来的。但这也是为了证明之前我在陛下面前所说的是真的。二位请看，这是我之前在集市上收来的1000枚钱币，这其中400枚呢，确实是像翼王殿下之前给我看的官钱一样，做工很精致。可是另外600枚就不一样了，虽然只是薄厚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做工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字迹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可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区别的。如果翼王殿下不相信，大可以一一查证。
夷王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回父皇，儿臣也曾听闻民间有私铸铜钱一说，只是没想到数量竟如此之多。若真如九公主所言，这私钱多于官钱2倍，只怕会祸及朝廷。继续说。陛下，请看，这批私钱无论从重量或质地上，都与官钱十分相似。儿臣认为，这只怕不是一般民间作坊做得出来的。此事不能不查，可是也不能对外声张。夷王，你私底下去查一查，单独汇禀。是，父皇。陛下，这件事情是因小风而起，而且我也想知道真相，所以，请陛下允许小风一同查证。好吧，允你了。谢陛下。